全面进攻和继续谈判，莫斯科一次甩出2张牌，是不是底牌？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这2天呢，乌克兰方面发出了一个预警，说俄罗斯在近期内将要发起一场大规模进攻，预计呢可能投入的力量包括了1800辆坦克、3950辆装甲车、3500多门各种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炮，还有400架战斗机，还有300架武装直升机。如果俄军能够一次投入这么大规模的兵力的话，那么俄军我估计有可能在整个战线的东北角和东南角发起同步的猛烈进攻。东北方向可能从苏梅切入，然后向西南方向突击，而东南方向可能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方向进攻，巩固赫尔松与东部的陆地联系，同时向西北进攻，争取跟苏梅方向2线再一次形成一个老虎钳，力争包围一部分乌军主力。并且呢，这2天东部从北到南，俄军已经开始全线的增强了火力，苏梅那边已经有了密集的炮击，看来乌克兰获取的情报准确程度又是笑话级别。莫斯科方面呢，则有2个新闻，网上流传的说法是，俄罗斯副总理表示俄罗斯准备无条件跟乌克兰谈判，很多人就判断是不是俄罗斯有点服软。而王宇田认真研究了发言之后，告诉我根本不是网上传的那么回事儿，俄罗斯还很强硬。这位副外长的原话说是：我们将为这样的谈判做好准备，但仅限于无先决条件的谈判，基于存在的现实谈判，考虑到我们公开表达的目标。实际上他的话也就是要求乌克兰承认俄罗斯对5个州的主权。这位副外长还表示，之所以以前一直无法实现和平，要怪北约阻止乌克兰，不让乌克兰放弃领土，以土地换和平。另一个消息呢，是俄罗斯财政部亲自公布了一批数据，数据显示，俄罗斯来自天然气跟石油的税收比战前1年少了46%，非能源收入减少了28%，战争导致开支增加了59%。1月份预算下降了35%，支出增加了58.7%，达到了全年的10%。而说到赤字的话，1月赤字占了全年预计的60%。更危险的是，俄罗斯整个2023年度预算的基础是按照乌拉尔原油每桶$70售价计算的，而现在乌拉尔原油的价格已经只有不到$50一桶，降了42%，也就是俄罗斯全年预算中有42%已经无法实现。俄罗斯财政部报出的数字如此唱衰俄罗斯，不知道这个部门是不是亲美？这几条消息连起来看，是不是说明俄罗斯必须抓紧时间，在经济陷入更大困境之前，在西方援助给乌克兰的新装备到位并且形成战斗力之前，赶紧展示出最大决心还有最大的投入能力。如果乌克兰预判无法承受这种压力带来的损失，是不是就可以迫使基辅跟莫斯科签订城下之盟？如果泽连斯基不接受谈判，那么就用战场的结果最终解决问题。如果俄军真要搞一次周年庆活动，那就真是要搞一次最大的豪赌。俄军要是赢了，比如在几个方向形成大纵深突破，乌克兰方面有可能出现一次总崩溃。如果在撤退过程中组织得当的话，还能够保留一些有生力量。但如果是判断失误或者决策失误，在阻击过程中伤亡惨重，那么乌克兰可能会等不到北约支援的下一波重装备到位，过去几个月的成绩有可能全部清零。俄军也一样，这么大规模的进攻组织协调本来就复杂，而且今年2月跟去年2月不同，乌军的准备可能更充分，并且比去年更有信心。对俄军来说，进攻难度其实是更大了。如果再遇到交通、后勤、指挥、通信密集的地雷场等等问题，这么大规模的部队如果被乌方多层次迟滞，突击进展缓慢，队形密集，那么一旦哪里被乌军发现了俄军的行动，钻了漏洞，不是不会再出现大踏步进攻之后的大踏步后退。俄军可没有时间跟加迪把基辅、伊久姆、海尔赫松的场景再重新演一遍。如果再吃大亏的话，俄罗斯政府恐怕就控制不住国内的质疑。所以如果真有这么一场大战的话，双方都没有退路，只能在赌桌上用命去拼。至于说北约方面，他们倒不用担心，面对这样的态势，北约有可能会要求乌克兰以领土换时间，只要乌克兰政府不承认俄罗斯的领土要求，北约就可以继续提供更多的坦克、战斗机，甚至是战术弹道导弹，这场仗就可以继续打下去，还能够继续消耗俄罗斯的经济。等到俄罗斯手里没牌的时候，北约还能有牌。反正原则呢，就是不能让乌克兰输，否则北约的威信就会受到严重的挑战。当然，也不能让俄罗斯惨败，俄罗斯惨败了，必然会导致欧洲政治失衡。
欧洲不再需要美国了，美国在欧洲的存在价值就会越来越低，甚至东欧的那些个北约新成员还会挑战北约的西欧老成员。所以后边美国还会用武器援助当杠杆。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欧洲符合日本导演黑泽明的一部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做《乱》。